1972年，尼克松访华，送给我国一只耳朵，周总理看到却瞬间变了脸色。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之旅成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他在中国总共待了1个星期，走遍了诸多的城市。在他即将离开中国时，周总理特意在上海为尼克松举办了一次欢送晚宴。晚宴上，尼克松突然当中拿出了一张照片，送给了周总理。照片上是某地的地形图，中间的地形看起来很像是巨大的一只耳朵，因此被誉为地球之耳。尼克松说道：“这是今年我们的卫星拍摄的照片，这里是你们国家新疆地区的罗布泊，它已经完全干涸了。”尼克松这话一出，震惊了众人。罗布泊曾经是我国第2大内陆湖，1959年的时候还曾测出大面积的湖水，这才过了多少年就彻底干涸了。另外，中国领土的情况凭什么要一位美国客人来告诉我们呢？大家不由得意识到，对罗布泊的探索必须要加快了。那么，为什么要去探索罗布泊？我国是人口大国，中国要用只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因此提高单产是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而科学种田、科学用肥变成了关键。人常言蛋长枝叶，甲长根，开花结果用磷喷。但是在当时，我国的钾资源十分匮乏，要依靠大量进口。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察尔汗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外，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但理论上讲，12万平方公里的柴达木盆地和56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从地质资源来讲应该是相似的，因此塔里木盆地也应该有钾资源才对。但这个地球之耳同时也是一片死亡之海，这里无水、无路、无生命，有的只是一望无尽的荒漠，在这里勘探又谈何容易？在新疆居然有一个从东北迁移过来的民族，这一民族能征善战，又懂得农业，但200多年前，他们却携家带口，千里迢迢从广袤的东北迁移到新疆伊犁地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乾隆年间，新疆发生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叛乱镇压下去以后，当时那个地方没有人戍边，所以乾隆皇帝下令找一个既能征战又懂得农耕文化的民族西迁，最后就选择了锡伯族。1018名官兵加上家属，有3000多人告别了自己的故乡，步行走了1年3个月到达新疆，所以新疆才有一个锡伯族自治县。他们为守卫新疆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锡伯族西迁的这一波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放弃了自己很多东西，所以这个民族在中华56个民族中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民族，是值得大家铭记在心的一个民族。锡伯族现在最重要的节日就是西迁节，这一节日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比春节和其他节日都更为重要。西迁节也在2006年的时候被国务院批准，成为我国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锡伯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这里还走出了一个漂亮的女明星，她经常为家乡做宣传。你知道她是谁吗？为什么是西安？因为这里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曾经西汉的首都长安，这里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2000多年前，20几岁的张骞离开长安，一路西行，谁也不知道这一别便是11个春秋。这一行将中国文化和中亚文化第一次连接在一起。丝绸之路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途经兰州、张掖、酒泉、敦煌，在古楼兰分2条路线，北线经库车、阿克苏，南线经若强、古精绝等，在喀什汇合，通往中亚地区。经过时代变迁，丝绸之路的贸易在大唐到达繁荣鼎盛时期，开辟出多条支线，直接连通古罗马。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相互传入和遗址的东西有很多，医学、舞蹈、武术和一些著名的动植物、饰品、用品、器具等等。到元代，丝绸之路的交易目的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多数是文化交流为使命，而不再是以商贸为主，从侧面反映了丝绸之路的衰落。清代初期，随着一些政策的实施，丝绸之路贸易全面走向衰落。而今天，丝绸之路曾经的繁盛正被我们续写。
2013年，我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就是我们在说的一带一路。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鬼吹灯中的精绝古城你听过吗？它真的存在，就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尼亚河流域。传说中精绝女王眼睛开启了叙述空间，为了主宰她的子民，制造了一种恶毒的惩罚。只要背叛她的人都会受到鬼眼诅咒，这些人会用灵魂完成祭奠。传说祭奠会让精绝女王前年后在沉睡中苏醒。鬼吹灯以此为脉络，给大家呈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实际上，真实的精绝国可没有各种诅咒，也没有邪恶的精绝女王。它位于昆仑山下尼亚河畔的一处绿洲之上，是西域36国之一。精绝国虽然是一个小国，仅有480户，3360人，士兵500人，但它位于丝绸之路咽喉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关于它的消失，有人认为是河流改道引起的，但根据考察，并没有发现河道大规模变化的痕迹。也有人猜测是当地人乱砍乱伐造成的流沙扩大。然而，根据出土的木剑记录，精绝国命令规定，砍伐树木会有严酷的惩罚。还有一种说法受到了普遍的认可：东汉末年，汉朝国力衰减，对于西域的管控逐渐丧失，这样就使得西域各国陷入了弱肉强食的政战之中。仅有500名军队的精绝国必然难以抵御强敌。这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合法穿越的无人区，这也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它位于死亡之海罗波泊，那就是哈密大海盗。你是不是也好奇，杳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为什么会被称为大海盗呢？其实，罗波泊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在公元4世纪前拥有丰富的水源，是一座沙漠绿洲。楼兰古国就位于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最繁华之地，因此被称为大海盗。后气候变迁，罗波泊湖水干涸，与沙漠融为一体，形成了生命禁地，无数的科学家、探险家在这里丧失了生命。不过，现在的大海盗无人区得以开放，有很多自驾和穿越的路线，难度不同，有些路线开着普通的轿车、方车也能游玩。这里的魅力不光是它的原始和神秘，在这里你能看到世界上最大的雅丹地貌群，探寻长城秘境，风光绝美，穿越这片土地，沙漠、戈壁、雅丹、野生胡杨林尽收眼底。这里还有风势冲动、万里荒漠，也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你可以住在这里的火星基地，晚上你没有心思睡觉的，因为这里的星辰大海一定是你一生中见过最美的星空。快开着你的小轿车来这里。嗨呀，西马达西。喀什会成为下一个深圳吗？从1979年开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到现在，中国目前有7个经济特区，分别是深圳、珠海、厦门、海南、喀什、霍尔果斯经济特区。这7个经济特区当中，广东占了3个，厦门1个，海南1个。这5个经济特区都是沿海地区，目前的发展我们都能看得到。而最近成立的2个经济特区，居然在离海最远的新疆喀什经济特区和霍尔果斯经济特区。那今天我们就聊一下，为什么喀什会成为经济特区。从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就可以了解到，喀什拥有5个口岸，毗邻8个国家。一路呢，指的是丝绸之路连接欧亚。喀什境内有红旗拉普、库尔格特、伊尔克斯坦、喀拉苏、喀什国际航空港等5个国家一类口岸。这5个口岸把中国与中亚、南亚10几亿人口连接在一起，可达中亚、南亚、东欧与第3国家通商。8个国呢，指的是喀什接壤和毗邻的8个国家。喀什有888公里长的陆地边界，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5个国家接壤，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尔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也非常接近。这8个国家形成了弧形的经济圈，而喀什正处于这个圆弧的正中心。东游深圳，西游喀什，就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上出来的。自从广东、深圳、上海、山东等4个省份援建以来，喀什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好。
但这里相比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晚了30年，因此开市经济特区现在还是处于起步阶段。但再过30年，喀什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深圳呢？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爱而不得的经历？2021年的央视春晚，歌手王启唱了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歌曲悲凉深情，歌声如泣如诉。这首歌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你知道吗？女人是个美丽的养蜂女，她失去了丈夫，独自带着2个孩子，赶着骆驼，载着蜂箱，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她来到了美丽的可可托海。新疆天气多变，一天暴风雨突然来袭，养蜂女慌忙开始收拾蜂箱，一不小心扭伤了脚。这时一个青年恰巧路过，帮助了她。这是一个英俊的游牧青年，养了一大群牛和羊，追随着草地四处为家。为了感谢青年，养蜂女给他送了蜂蜜，还做了饭给他吃。许久没有吃过一顿好饭的青年，居然在那一刻有了家的感觉。之后，牧羊人在放牧之余，也帮助养蜂女干一些体力活，让养蜂女也感受到了被人照顾的温暖。就这样，天长地久的相处，变成了细水长流的情谊。他们爱上了彼此。牧羊人不嫌弃养蜂女比他大，结过婚，还愿意做孩子们的父亲，守护着他们。可养蜂女却有顾虑，她认为自己有2个孩子，和牧羊人在一起会拖累她，而牧羊人还很年轻，应该有更好的选择。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养蜂女选择悄无声息地离开，冰冷的雨水打在她脸上，但她依然能感觉到自己滚烫的泪水在流淌。牧羊人不相信养蜂女不辞而别，便痴痴地在这里等她回来。当养蜂女听说牧场的草已枯黄，而牧羊人还没有离开，便托人带去善意的谎言，说自己已经嫁人了。世界上最大的遗憾之一，应该就是相遇相知。可可托海它不是海，它倒是有一条阿尔济斯河，我国唯一一条流入北冰洋的河。那它为什么叫可可托海？您可不要觉得它在骗人哦。可可托海是蒙语的音译，可可是蓝色的意思，托海是弯曲的意思，加在一起是蓝色河湾的意思。在哈萨克语中翻译过来是绿色丛林的意思。这2个翻译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可可托海的美。这里拥有国家5A 级景区，有白桦林、宝石沟、中山秀谷等等。但来这里，美丽的风景是其次，你还要知道这里是一个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地方。可可托海矿产丰富，世界上已知有用的141种矿物，可可托海3号矿坑就拥有86种，稀有金属占矿山储量的90%以上。就是这些稀有金属，在共和国初期帮助我们偿还了巨额外债。同时，我国2弹1星，航空航天一些核心的材料和燃料也出自这里。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英雄矿。历史上真实的唐僧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样子？唐僧取经并非是神话杜撰，而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但事实的真相却和我们看到的大相径庭。真实的唐僧并非一个唯唯诺诺、优柔寡断的人，而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真英雄。但他并非是玉帝哥哥，他取经也并没有唐王李世民为他送行，反而是乘着饥荒偷渡去的。这是为什么呢？唐僧原名陈毅，法号玄奘。他4岁丧母，10岁丧父，13岁跟随自己的2哥出家为僧。他悟性极高，且聪明伶俐，很快便远近闻名。青年时期便有了佛门千里驹的称号，受到唐王李世民的器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玄奘发现很多僧人所讲和经文内容不一致，而且有一些经书之间还相互矛盾，很多内容都被曲解了。到底哪些才是正确的呢？此事他为了追求真经，产生了去万里之外的天竺学习深造的想法，但这却遭到了李世民的反对。主要原因有2个：第一，西行的路途遥远，雪山、沙漠、迥异的气候，又要离开大唐的领土，可谓九死一生。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那是正是李世民准备对东突厥用兵之年，边关官兵，玄奘法师若是被敌方捉拿，极可能成为人质。
而且宣藏本人又曾游遍大唐讲经说法，简直是一部行走的大唐百科全书。但玄奘去意已决，公元629年，他趁着天下饥荒，偷偷摸摸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出发，一路西行，通过玉门关进入西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再穿越中亚、南亚各国，最终抵达目的地。看到这条路线，我相信大家不禁要问一句：师傅，你为什么要绕路呢？关注我，下一期我们详细讲讲。中国有一个会吃人的耳朵，从卫星图片来看，罗布泊的全貌竟酷似人的耳朵，故而人们又称它为地球之耳。罗布泊位于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边缘地带，也是我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东部。在公元4世纪之前，罗布泊曾经拥有丰富的水源。由于罗布泊处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点，这里是该地区的集水中心，来自天山西部以及帕米尔高原等山脉的冰川融水汇集而成，形成了叶尔羌河、阿克苏河等河流。这些河流在汇入塔里木河，沿着盆地的地势自西向东流淌，流入罗布泊，形成了一座沙漠之中的绿洲。关于罗布泊的记载由来已久，《山海经》中将之称为右泽，西汉时期称之为盐泽，围绕着它孕育出了很多文明。著名的楼兰古城、米兰古城、小河公主墓都是在这个周边发现的。它是我国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曾是我国第2大内陆湖。之后由于气候变迁以及一些水利工程影响，导致上游来水减少。1972年，罗布泊干涸枯竭后，周边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变，草木植物全部枯死，防沙卫士、胡杨树成片死亡。沙漠以每年3到5米的速度向罗布泊推进，很快它就被广阔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吞噬。罗布泊从此成了寸草不生的地方，被称为死亡之海，变成了生命的禁区。这里的地理环境恶劣，高温、缺水，又容易迷失方向。在这里发生了多起失踪事件，因此说它是会吃人的耳朵再形象不过了。但为了探寻假言，一批又一批怀揣救国为民思想的科学家造访此处，为国家的发展寻找动力。你听过新疆的赛里木湖吗？这里几乎是离海洋最远的地方，但为什么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呢？就是这个有着碧蓝湖泊、绝美风景、天鹅自然保护区、冰推、冰刨奇观的地方。它之所以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赛里木湖位于天山山脉伊犁河谷的北侧，它与印度洋的最近距离大约为2500公里，与太平洋的最近距离大约为3100公里，与大西洋的最近距离则达到了4000公里以上。虽然离大西洋最远，但是我国是一个多山地丘陵的国家，地势大致呈现西北高而东南低，有3个阶梯之说。23级阶梯分界线从北往南依次是大兴安岭、太行山、吴山、雪峰山。12级阶梯分界线从西向东依次是昆仑山、祁连山、横端山。太平洋的水汽就连甘肃地区都很难抵达，就更不用说新疆了。印度洋的水汽北上，遇到了青藏高原与帕米尔高原阻挡，完全无法逾越。而大西洋虽然距离这里最远，但从西欧到东亚依次穿过了西欧平原、东欧平原，几乎毫无阻碍就到达了中亚地区以及我国新疆，并且在这里被天山山脉阻挡，带来了丰沛的降水，形成了赛里木湖。这也正是它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原因。为这神奇的世界点赞吧！还有什么？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一条运输丝绸的路？当然不是。今天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起源于中国，始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4年左右。在这个期间，中亚地区跟西亚地区已经有广泛的交流和贸易，但是没有形成一条陆上贸易路线。汉武帝在位期间，大力推动对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的控制和发展，命令张骞出使西域，进一步开展此地区的贸易和通讯。这标志着东汉政府正式与西域建立了联系。
并踏出了丝绸之路发展的第一步。随着汉朝影响力向西移动，中国的文化、技术、商品也逐渐到达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丝绸之路从西安到伊斯坦布尔，总长约6500公里。古代的商队平均需要花240天走完全程，到至今为止已有3000年的历史。在丝绸之路上，中国人向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输出了丝绸、陶器、茶叶、药材等商品，还向东欧地区输出了高粱、火药等中国发明创造。而输到的商品也包括各种珍品、奢侈品、动物和成套的器具等。在商品交流的同时，丝绸之路上的各种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不同文化、宗教信仰的交流。新疆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新疆始终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门户之一，是东西方文化、思想、技术交流交融的重要地区。在现代，新疆继续扮演着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成为中国与中亚、中东、欧洲各国开展贸易合作的重要门户和交通纽带。同时，新疆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之一。一带一路对世界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不光是促进了世界的经济发展，推动了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同时也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战略合作。随着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崛起，中国必须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得更加公平。在中国，他们居然比我的鼻梁还要高，我就不信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古老又神秘的民族，他们被称为冰山上的英雄，帕米尔高原的雄鹰，那就是塔吉克族，中国唯一一个白种人民族。塔吉克族人民具有欧洲面孔、深蓝色的大眼睛，比我稍微高一点的鼻梁。塔吉克本意是王冠的意思，因此他们戴的帽子也酷似一个王冠。在中国，人口约5万人左右，主要居住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自治县。如果你觉得这里遥远又陌生，那这首歌你一定听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冰山上的来客给我们讲述了美丽的爱情，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伟大塔吉克族人民世世代代在帕米尔高原驻守着祖国的边疆，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冰山上的英雄。塔吉克族崇尚雄鹰，人人都会跳鹰舞，手臂一上一下，像鹰的翅膀在天空翱翔，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帕米尔高原的雄鹰。塔吉克族人民热情好客，男士与男士见面都会亲对方的手表示欢迎，男士跟女士见面，女士也会亲男士的手，女士与女士见面则会嘴对嘴的亲吻。如果你来这里旅游，点头致意就好，这些礼节对外族是不适用的。塔吉克族和我们维吾尔族一样信奉伊斯兰教，最早曾经信奉过仙教。注意这个字念仙，不念敖，不是敖教，是仙教。太搞笑了，我一个维族人居然在给大家普及汉字，你们应该都认识吧？仙教其实就是金庸笔下倚天屠龙记的明教，六大门派围攻的光明顶就在塔县。仙教是古波斯帝国的国教，又称为拜火教，后面有机会给。神话传说中，西王母宴请群仙的蟠桃盛宴就在这里，现在西王母祖庙也坐落在这里。今天让我们聊一聊神秘壮观的天山山脉。天山是世界7大山系之一，位于欧亚大陆腹地，东西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4个国，全长约2500千米，南北平均宽250千米到350千米，最宽处达800千米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纬向山系，也是世界上距海洋最远的山系和全球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天山绵延中国境内1700公里，占地57万平方公里，大约占了新疆总面积的1/3。2013年6月21日，新疆天山成功申请为世界自然遗产。天山天池古称瑶池，是神话与现实的分界点。相传王母娘娘在这里得道升天，而天池作为她的浴池，从此声名远扬。天池湖面呈半月形，南北长35公里。1982年，它被列为国家第一批重点保护的风景名胜区。它被称为天山明珠。天池与乌鲁木齐约110公里，交通非常便捷。来新疆玩的第一站就可以选择天山天池。这里除了绝美的天池，还有各种神话传说中的顶级仙草天山雪莲。
据说其可以返老还童、起死回生，它真的有那么神？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新疆瓦兰基地一声巨响，震惊了全世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曾经，美国在广岛长期丢下的2枚原子弹，让世界第一次看到了核武器的威力。这种力量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碾压式的存在。为了打破帝国主义者的核垄断、核威胁，加强国防力量，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势在必行。1955年1月15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了一场关于研发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主题会议。1958年8月，由共和国首任核武器实验基地司令带领200多名部队官兵和科技工作者组成绝密勘察大队，深入戈壁大漠，为实验基地选址。在苏联专家的协助和建议之下，初步选定在敦煌。经过实地考察发现，苏联专家选定的场地很不合适，不但面积小，选址周围还有大批量文化瑰宝、千佛洞、烽火台、汉昌城等等。一旦在这里实验原子弹，这些国家瑰宝都荡然无存。张玉将军表示坚决否定。后来苏联毁约，撤回了全部在华的专家，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和选址都要从头开始。勘察大队就要从敦煌转战新疆，最终选定在茫茫戈壁的最深处死亡之海莫布坡建立实验基地。这里是毫无人烟的荒凉之地，因为远离城镇和人群，核试验也不会对普通百姓造成影响。这里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最牛的县城？这个99%的人都没听过的边境小城，一个功绩达名，能叫醒4个国家的人，它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3个国家接壤，那就是位于帕米尔高原之上的新疆塔县。塔县全称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里生活着中国唯一原住白色人种的少数民族塔吉克族，他们的鼻梁比我们的还要高，蓝色的大眼睛，欧洲的面孔，满大街到处都是俊男美女。全国仅有5万人口，大部分都生活在塔县。近几年来，塔县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全世界超过8000米的雪峰一共有14个，其中塔县就占了4座，还包括世界第2高峰，海拔8611米的巧克力峰。巧克力峰也是世界公认的最难攀登的高峰。这里还有蜿蜒壮美的盘龙古道，30多公里路程，拥有608个 S 弯。近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这里还有拜火教遗址，据说《倚天屠龙记》6大门派围剿的光明顶就在这里，怪不得当年他们打得那么凶，肯定是来的路上又难走又高反，越走越生气。打他！打！还有油画一样的高原湿地，金草滩，蓝宝石一样的4号冰船。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中巴友谊公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口岸红旗拉普口岸。这里的美食也到处都是，奶皮子、酥油、酸奶，全都是又便宜又好吃。来新疆玩，走南疆路线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这里。历史上真正的唐僧到底有没有徒弟？真正的玄奘是一个人从长安逃跑出来的，而且随身没有携带通关文牒，也就是现在的护照。一路上他昼伏夜行，混入西域的商队，前往玉门关。与此同时，捉拿玄奘的公文也发至了边关。刚到玉门关，玄奘便被官府抓获。面对官员的盘问，玄奘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没想到审讯的官员却撕毁了抓捕令。他早就听说了玄奘的事迹，决定冒死放了玄奘。随后玄奘一路向西，收下了他的徒弟，就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这个人叫石盘陀，是一名往来丝绸之路的商人。他遇到了玄奘，希望能为自己收戒开光。玄奘帮助了他，为他祈求平安，并答应收他为徒。石盘陀心里十分感激，并协助玄奘准备偷渡出去。但这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走着走着，石盘陀起了异心，担心玄奘因为偷渡被抓，连累自己，还因此起了杀心。
这和《西游记》中孙悟空和唐僧的一些桥段都很相似。最终两个人还是分道扬镳，玄奘又变成一人，走进了800里无人沙漠，5天4夜未吃未喝。玄奘一度昏迷，全靠一匹识途的好马拖着他来到了一处泉眼，得以获救。这一路之上还曾经遇到了许多劫匪，险些丧命，不过也都风兴化吉。之后来到了高长果，是现在新疆吐鲁番地区，也是《西游记》中火焰山的原型。这位高长国王曲文泰正是《西游记》中的牛魔王。中国面积最大的县在哪里？你知道吗？这里比河北省的面积还要大，相当于2个江苏、12个北京、32个上海。放眼全世界，它的面积能超过世界上60%的国家。这里不光是面积大，还特别神秘。举世闻名的楼兰古国和罗布泊也位于这里。这个县就是新疆的若羌县。若羌县位于新疆东部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面积达20.23万平方公里，但总人口却不足8万人。每平方公里人口的密度仅有0.3，是名副其实的地广人稀。中国最大的镇在这里，罗布泊镇5.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北京的面积。中国4大无人区，若羌县就占了2个，分别是阿尔金山无人区和罗布泊无人区。这里还有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世界海拔最高的沙漠库木库利沙漠，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世界上出土干尸最多的墓葬小河墓葬。我国的国之大器，第一颗原子弹就在这里试爆成功，标志着我国从此拥有了与其他大国相匹配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怎样，想不想来这里转转？这里被称为中国箭乡，他们射箭真的那么厉害吗？今天是他们1年1度的射箭比赛，走，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真的厉害！我刚才了解了一下，原来锡伯族人又被称为射箭民族、骑射民族。锡伯族人擅长射箭，察布查尔的锡伯族家家有弓箭，人人自有学射箭。重大的节日，他们都要举行赛箭盛会。小小的村庄也会立起木杆，挂上射靶。输家要当中宰羊，请赢家以及众乡亲友好好吃上一顿。锡伯族喜爱射箭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锡伯族男孩一落地就有弓，锡伯族男女几乎人人都会射箭，这源于他们先祖的生活方式。锡伯族的先祖是东部系的托跋部，早在东汉以前，他们活动在大兴安岭北端，以畜牧迁徙、狩猎为业，因此锡伯族与弓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甚至于弓箭上寄托着对祖先的崇拜与信仰。清朝将锡伯族编入8旗，锡伯人的射箭技能变成了保家卫国的利器。现在弓箭不再是之前的作用，但锡伯儿女仍然用弓箭在为国争光。据悉，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子射箭队获得团体铜牌，其中队员薛海峰就是从察布查尔走出来的锡伯族青年。男子射箭队的总教练郭美珍也是察布查尔的锡伯族。好了，我不说了，我要去学射箭啦，拜拜。不知道哪个工程队能接这个项目，评论区联系我。今天我们来搞一个大项目，如何把中国最大的沙漠变成绿洲。这里是骆驼见了都要流泪的地方，被誉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3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广东。如果这里变绿洲了，就能有效地解决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我有2个不成熟的小想法，不知道哪位专家老师可以帮我看看。青藏高原被称为亚洲水塔，是世界第2大冰川聚集地，包括我国的长江、黄河等7条亚洲最主要的河流均发源于此，这里的水量是充足的。方案1，如果能将阿尔金山和昆仑山打2个很大的洞，让青藏高原之水流入塔里木盆地，问题直接就解决了。但施工难度好像有点高。方案2，我国的地势被划分为3级阶体，西北高而东南低。
如果借助地势高度差，从青藏高原引雅鲁藏布江南下之水，沿着第一阶梯边缘从东部北上，贯穿长江、黄河，穿越河西走廊，可以直接进入塔里木盆地。我国1、2级阶梯海拔高度差2000到3000米左右，应该是有实现的可能性。这样不光解决了塔里木盆地的问题，还能通过滞留引水进入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直接把我国整体干旱地区缺水的问题都解决了。你们说这想法靠谱吗？最近2年，新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居然出现了成片的神秘湖泊，这些湖泊面积之大，数量之多，宛如一条条巨龙，极其震撼。要知道，这可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骆驼见了都要绝望的地方。可如今，这些成片的湖泊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茫茫大漠有机会变成塞外江南吗？原来2022年，新疆地区出现了10年来最大的降水，塔里木河水量明显增多，漫溢到附近的沙漠中，形成了很多湖泊，像河流一样，场面非常壮观。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高温造成的。高山区冰川积雪融化，导致河流水位上升。有人说了，何不趁此时机用飞机播撒草籽？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否能变成绿洲？答案是否定的。沙漠变成绿洲，并不能靠1、2次暴雨降水来实现，而需要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依靠现有的塔里木盆地内的水流系统是无法实现的。不过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设想一下，怎么才能解决塔里木盆地缺水的问题呢？什么？2023年或成为历史最热年，近期亚洲多地已刷新最高温记录。那么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温度记录出现在哪里？据记载，在1953年和1956年7月24日，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测得47.6摄氏度的高温。1975年7月13日，吐鲁番民航机场还曾观测到目前中国的极端最高气温达49.6摄氏度。所以新疆吐鲁番盆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高温之王。吐鲁番地区为什么气温那么高？那就要从很久之前讲起来了。家里的老人可能知道，话说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太上老君关在八卦炉里炼成火焰金睛，孙悟空踢倒八卦炉，炉砖掉落人间，化作火焰山。从此这里春草难生，无春无秋，四季节热。这火焰山就位于新疆吐鲁番。别急，科学的咱也有。吐鲁番盆地深居内陆，雨水稀少，致使天空经常无云，太阳光的热量在抵达地面之前很少损耗，日照时间又长，加上吐鲁番本身又是天山之中的一个闭塞的盆地，当盆地空气受热上升后，外来的气流便下沉补充，由于绝热增温的作用，形成了焚风，当地群众称之为干热风，特别灼热，也起到了加热的作用，因此导致吐鲁番特别的热。高温虽然难以忍受，但吐鲁番独特的气候造就了葡萄的理想生长环境，使葡萄能够快速成长并积攒糖分。这里的葡萄果肉细腻，汁水丰富，甜中带酸，香气浓郁，产量几乎占全国50%，被称为中国葡萄之乡。怎么说着说着就想到吃了呢？言归正传，接下来大家猜一猜吧，今年夏天最高气温是多少度呢？来看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齐根乡苏木哈纳村。这名字太长了。这里是我国最晚日落的地方，也是我国陆地的最西端。在每年夏至前后，这里晚上10点半才刚刚日落，与我国的沿海省份东部的城市有3、4个小时的时差。这里就是我国最西端的省区新疆，而新疆最西端的城市就是我们熟知的喀什。喀什以西就是我国最西端的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也是中国名字最长的自治州，简称克州。
克州有我国最西端的县是乌恰县，乌恰县有我国最西端的乡是吉根乡，吉根乡有最西端的村是斯姆哈纳村，也就是我国西几石碑矗立的地方。中国西几石碑在地理位置上，这里并不算祖国的最西端，但这里确实是我们普通人所能抵达的最西端，海拔3000米左右。中国真正的最西端在阿克陶县一座海拔5000米的山上，游客是无法抵达的。来这里需要办理边防证，在喀什很多地方都可以办理，想不想来这里打个卡呢？如果不是他抬棺出征，誓死收复新疆，现在大家到新疆可能就要办护照了。他被称为自李世民之后对中国领土贡献最大的人，他就是晚清名将左宗棠。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新疆，在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功不可没的人，那又是谁？晚清时期，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半个中国，极大削弱了清朝的国力，清政府对地方的管控越来越弱。1864年，各路叛军在新疆建立多个割据势力，其中一个外部势力阿古柏在1867年宣布建立弘复汗国，凭借军事优势，1871年占领新疆全境。随后，沙俄借口帮忙安定边疆，以代为收复的名义占领了伊犁。当时的清廷由于国家财力问题，对于收复西部的新疆还是海防东部的日本犹豫不决。左宗棠据理力争，力排众议，最终说服慈禧，决定先收复新疆。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钦差大臣，开始筹备出征，但大清国库早已空虚，拿不出足够的军饷，最终在红丁商人胡雪岩的帮助下才筹取了军费。1876年，左宗棠采用先北后南缓兵急战的策略，仅用1年多的时间击退阿古柏，成功收复了南疆和北疆。但随后沙俄出尔反尔，拒不归还之前占领的伊犁。左宗棠为表示自己誓死收复伊犁的决心，抬棺再次出征。1881年，沙俄宣布退兵，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尽管这依旧是一份不平等的条约，但那已经是当时的中国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1884年，在左宗棠的督促下，清政府将新疆地区设立新疆省，由中央直接管辖。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因病去世，终年73岁。作为一名新疆姑娘，我要感谢左公立下的丰功伟绩，正是因为他，我们才能生活在这么安定繁荣的国家。